2026買 4K 電視，規格請挑 HDR 峰值亮度1000尼特起跳，控光分區500區以上，畫面表現才夠看。4K 120刷新率，滿血 HDMI 2.1跟 VRR 這些都已經是臭打遊戲的基本條件啦。話說以前這種規格75寸少說要5萬，現在不用3萬6 ，Increl MUK 200全部達標，真的假的？驗證一下哦。Increl MUK 200一共3種尺寸。我們這台75寸是 IPS 面板，65和85寸用的是 VA。臉書社團敲我開團，全機黑灰色邊框，外加銀灰金屬底框，頗有質感。中間 Increl logo， 下面有紅外線接收器、實體電源鍵，開機不亮燈，待機亮藍燈的 LED 指示燈。全機有一大塊金屬底座支撐，電視距離桌面3.9公分，要注意聲霸厚度啦。整台電視28.6公斤，頗有分量。主機厚度7.8公分，mini 類機型正常發揮。背面深灰色塑鋼背板，中間小書包塑膠來滴，2排散熱孔，2顆扬声器單體向下發聲，2顆被動輻射單元。壁畫支援 VESA 400×300，一條可以拔的電源線。側面一整排 I/O 接孔，依序是2個 USB 2.0， 1孔殘血 HDMI 2.1和2孔支援 VRR 的滿血 HDMI 2.1， 其中1孔支援 ERC， 全部3孔 HDMI 都支援 LM 和 HDCP 2.3。再來1孔 USB-A 3.2 Gen 1， 1孔光纖音訊輸出和100 MHz 網路孔，支援藍牙 5.1 和 WiFi 5，沒有數位類比調節器 ，MUK 200屬於正統顯示器。這台75寸搭載一塊 4K 解析度陡上去的10B 的144赫茲 IPS 霧面面板 ，PWM 調光頻率非常高，護眼先決，靜態對比度突破限界，是普通 IPS 的4倍。IPS 色彩通透，側着看也不怕色偏跟色衰哦。電視背光不論是開到最暗還是最亮 ，PWM 閃爍頻率站穩7700赫茲以上，肉眼無感。HVM 閃爍可見度落在 0.02 以下 ，Increl 有在幫大家顧把揪。面板有霧面處理，開燈環境播放電影的時候，看起來的反射光就長這樣啦。走的是 mini 類全阵列直下式分區控光，這台75寸破千分區啊，前段班等級。把分區調光 AKA 區域控光開到高，靜態對比度4850:1，站穩 IPS 第一梯隊。光點和背光跟隨速度很快 ，Pantonic 700不是蓋的。不過 IPS 原罪就是在極限環境還是有點犯灰。分區調光 AKA 區域控光開到高，接上電腦滑鼠，游標會幾乎看不到哦。拿來當電腦顯示器，分區調光記得關掉。亮度最亮的是標準模式 ，SDR 峰值亮度1356尼特絕對夠用 ，HDR 峰值亮度2404尼特曇花一現。長久維持1366尼特，切到顏色相對準的電影模式 ，SDR 跟 HDR 峰值亮度都是1200尼特，已經夠用。深灰均勻度誤差很小，偽摘 IPS； 淺灰色均勻度誤差比較大，肉眼看不太出來。全白畫面數值有感，肉眼無感。顏色相對準的模式是電影，校正前後的 SDR 顯示色域基本沒變。灰階白平衡出廠冷到有點慘，校正後直接飛天。色彩誤差值也就是色準，校正前後差異明顯，體質不錯。MUK 200在電影模式 HDR10 狀態下的 UHDA P3 顯示色域表現不錯，只是出廠顏色有點跑偏啊，記得要做色彩校正。再來是 EOTF 映射曲線 ，AK HDR 亮度映射曲線，在亮度全開的情況下，灰色磁射曲線在亮度讯號等級65之前，都比黃色標準曲線還要亮一大截，更加凸顯暗部細節。之後一路平滑到1145尼特峰值亮度，不會提早拉亮。這代表 Increl MUK 200在 HDR 表現上比較注重暗部和亮部的細節呈現，但可能會少一點 HDR 炫目光感啦。這種情況蠻有趣的哦。而且我也發現 MUK 200在切換輸入源和20%白光範圍的時候，峰值亮度才可能飆升到2404尼特，激發條件蠻妙的，參考一下哦。作業系統 Google TV 5.0 AKA Android 14，Pantonic 700配3GB 加32GB 儲存空間，操作順溜。
無線投放，支援 iOS 跟 Android 鏡像投放和 Google Cast， 沒有 Apple AirPlay 2。遙控器灰灰短短，圓圓一只，串流捷徑和麥克風按鈕該有的都有，沒有按鍵背光啦，那就小舔一下。HDR 支援度可以吃到杜比最高級的 Dolby Vision IQ 和精確細節選項，也支援基本的 HDR10 和 HLG， 吃不到 HDR10 Plus。再來是科技狗才有的推薦影像模式大公開，色準先決哦！不管是 SDR、HLG 還是 HDR10 影片格式，通通切到電影就會是畫面相對最準的影像模式。至於 Dolby Vision 就切到 Dolby Vision IQ 才是正解。最後再來一個科技狗會員專屬好幫設定，搭配專業校正，解放最佳體驗。超級感謝，記得抖內。運動抖動補償 ，AKA 動態流暢增益，全部有3種檔位。運動比賽直接開到高，動作流暢，看起来比較爽。要看電影直接關閉，不然畫面會變成順溜溜的肥皂劇哦。原廠色溫偏冷，色準差強人意。我們自行色彩校正之後，各種膚色精準表現，吹彈可破，非常好用。左右兩側各有2顆15瓦的中高音单體，外加1顆20瓦重低音，總共2.1聲道50瓦出力，支援 Dolby Atmos 最高規格，聲音品質不錯啦，開到極限也不會破音。電視有支援 ERC 進階音訊回傳，外接聲霸擴大機，可以傳輸杜比加無損編碼。其他的詳細設定、會員影片好幫設定，我會教你。內建串流支援度全部測一輪，不管是內建揚聲器還是外接聲霸擴大機 ，Netflix、Disney Plus、HBO Max、Apple TV 和 Prime Video 全部都能 4K Dolby Vision 和 Dolby Atmos 雙杜比點燈，串流平台超級大滿貫。就敗在 YouTube 無法解放環繞5.1聲道，不管是內建揚聲器還是外接聲霸，都只能解出 4K60， 搭配最基本的立體聲。遊戲機支援度 ，Windows OS 和 macOS 都可以開到最頂 4K 144 HDR10，Windows 還能加開 Full HD 240Hz HDR，Xbox 一樣支援 4K120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遊戲模式。其他遊戲機全部測一輪 ，ALM 422色身。48到144赫茲範圍的 VR 可變更新率全都支援。解鎖區反應時間可以給過，手把按鍵非常跟手，沒有延遲感。有支援 Dolby Atmos 遊戲音效和 Nintendo Switch 2的 PCM 5.1， 不支援 DTS:X。外接聲霸擴大機，玩遊戲打手槍也是數值有延遲，體感零延遲。AMD 色彩格式最高支援 RGB 8P 的全範圍，加開144赫茲。NVIDIA 色彩格式最高支援 RGB 10P 的全範圍，加開144赫茲。滿血 HDMI 2.1驗證過關。區控光和 VR 可以同時啟用，不會打架，就是少了最近很夯的遊戲選單啦。來跟米粉吹上天，一氣一測就發現大 bug 的小米 S Pro Mini LED 2026超級比一比。尺寸一樣，面板不同，對比度也就不一樣，這點很合理。控方分區數量、峰值亮度各有勝負，處理晶片和遊戲選單就是小米主場。Incrol 就贏在50瓦2.1聲道，聲音真的比較猛。2台出廠色準都歪的差不多，但是 Incrol 體質不錯，校正後可以飛天。小米就敗在系統底層問題，原廠不救，基本沒救。Incrol 再多給1年保固，價格貴上5000，這你怎麼看？不過嚴格來說 ，Incrol MVP200 其實刀法很精準，拔掉一些大家比較無感的東西，換得的是破千分區、破千亮度、144赫茲電競機能和 VR 全部通吃，還有最新 Google TV 5，打 game 看片都好用，再把價格壓縮到佛的階段。加入頻道會員，解鎖好棒棒設定，才不會讓系統亂開選項，導致 HDR 色溫亂飄。光這點解法，在台灣就不會有人跟你說的啦。專業校色可以找我，要買70寸才是 IPS，不要買錯了。這裡留言記得要看，我是科技狗醫生，拜拜。